上海的南京东路和外滩是所有第一次来上海的游客必逛的路线，但这条路线通常都是人山人海，拥挤不堪。但其实还有另外一条本地人私藏的城市漫游路线，人少景美，既能领略上海外滩、陆家嘴的繁华，也有众多的历史古迹、购物中心、知名景点，可以满足游客不同的需求。这条路线以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为起点，沿着北苏州河路，经过苏河湾万象天地、石库门里弄肾盂里、上海邮政博物馆、情深深雨蒙蒙中依萍跳的外白渡桥，最后到达北外滩，将外滩和陆家嘴三件套尽收眼底。我们的第一站是四行仓库抗战纪念地。1937年10月26日，国民革命军第88师262旅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临危受命，率部420余名官兵坚守四行仓库，抗击侵华日军，激战4天4夜，闻名中外。这支队伍对外宣称800人，于是后人称其为800壮士。由于四行仓库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日军主要从仓库的西面和北面进攻，仓库西墙则成为日军火力进攻最为密集的方向，墙底上留下了数百个巨大的炮弹孔和枪弹孔。2015年，在四行仓库修缮和纪念馆建设中，对照历史照片和文献，现场勘测原有弹孔痕迹留存的基础上，真实复原了当年战后西墙的原貌。看着这些伤痕累累的墙体，让人深深感受到战争的悲壮和英雄们不屈的抗战精神。西墙下经常会有摆满民众敬献的鲜花、饮料、烟和酒，以此来表达对英雄们的敬意。四行指的是盐业、金城、中南、大陆4家银行，于1931年合资兴建这座大型仓库，最初用于存放银行质押货物。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，墙体厚实坚固，为后来淞沪会战时期的守军提供了良好的防御条件。现在的仓库是抗战纪念馆，展览实景还原800壮士坚守场景、战斗遗物、照片、军装、弹壳、文件等历史物品，以及多媒体影像与历史文献资料。四行仓库守卫战多次被文学、影视作品改编，电影《800》就是其中之一。强烈建议大家来之前先看一遍电影，这样参观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感悟。沿路有很多名牌，介绍了苏州河沿线的历史建筑。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河之一，发源于太湖，从苏州流入上海，最后在外白渡桥下汇入黄浦江。历史上，苏州河一直是连接江南水乡与海洋的交通大动脉，自古就是商船云集、
货物繁忙的黄金水道。近代河上桥梁林立，货船穿梭，被称为是东方的泰晤士河。两岸新建了大量工厂、银行仓库，使苏州河成为上海近代工业和金融业的摇篮。但因为工业污染，苏州河一度被称为黑臭河。此后经过了30多年的治理，苏州河重新焕发生机，沿线绿道贯通，厂房、仓库转型为文化创意园区，成为上海市民慢生活和旅游休闲的热门打卡地。越往前走，陆家嘴的三件套会越来越清晰。苏州河上这2年也开发了游船旅游项目，提供了不同的航线。今天的步行路线同样也有航线，对想省时省力的游客来说也是选择之一。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热推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您的肯定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。再往前就到了苏河湾万象天地，正好适合走累了、饿累了来喝点东西，品尝美食。万象天地购物中心主体部分全在地下，地上只保留了复建的石库门老建筑慎于里。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慎于里，临近苏州河，曾是富商名流聚集的地方。2012年被保护性拆除，并在随后按照历史测绘图与原材料复建。现在已经成为了文化地标。每年上海光影节的时候，都会在这里展映光影节获奖作品。坐电梯向下就是购物中心。购物中心分为东西2部，聚集了众多餐饮店铺，高中低档，可选择范围很广。商场是宠物友好型的，这里甚至有一大片区域都是与宠物相关的店铺，带着孩子来也不会无聊。除了慎于里外，万象天地中还有上海规模最大、规格最高的妈祖庙天后宫。
逛完万象天地，我们回到苏州河边。再往前走，会经过很多有特色历史建筑，许多建筑现在还有居民居住。这栋河滨大楼从侧面看和武康大楼还是有几分相似的，看规模应该住了不少人。很多窗边摆满了盛开的鲜花，很有浪漫情调。上海邮政总局大楼始建于民国13年，拥有号称远东第一大厅的邮政营业厅。建筑风格为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流行于欧洲的折中主义式。主入口转角处的钟楼，以其引人注目的高度和巴洛克风格的装饰，吸引着苏州河畔的目光，常常被用来作为上海城市宣传的素材。大楼现在成为了上海邮政博物馆，内部可以进入参观。除了博物馆外，也还保留办理邮政业务的功能。可以在这里搜集邮政大楼的专属印章。苏宁保利嘉酒店门前的露台提供餐饮，天气好的时候，坐在这里欣赏苏州河两岸和陆家嘴风景，相当的惬意。从酒店旁的乍浦路桥拍摄3件套非常出片。跨过乍浦路桥，来到苏州河南岸。这里是外滩的起点与历史核心区域外滩园，以其文艺复兴风格建筑群
和现代艺术融合著称。集中了1873年建成的英国领事馆等最早一批欧式建筑。比起外滩多数建筑还要早30到50年。现在主要以文化展览和高端商业为主。外滩园1号是外滩现存最古老的建筑，是原英国驻沪总领事馆。屋前有典型的英式草坪花园，现在作为举办各种展览和活动的场所。游览完外滩园区域，你可以向南继续游览南京东路步行街和外滩，也可以像我一样穿过外白渡桥继续回到苏州河北岸。外白渡桥可以算是上海最有辨识度的景点之一，很多关于上海的影视作品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。实际上，许多作品，比如《情深深雨蒙蒙》中，外白渡桥的取景地并不在这里，而是在上海松江的影视城中拍摄的。可以，很好。外白渡桥所在位置也是苏州河的终点。苏州河从这里正式汇入了黄浦江。外白渡桥边是中国证券博物馆，内部展示了中国证券期货、基金行业的发展。如果对这些不感兴趣也没有关系，内部复古的格局、装潢也值得一看。继续向前，就到了北外滩滨江观景平台。这里可以同时看到外滩万国建筑群和陆家嘴金融城的高楼大厦，感受历史和现代的交融。和外滩观景平台一样宽阔，不同的是游客的数量远远没有那么多，想拍美照也可以从从容容，游刃有余。本次路线的终点是北外滩国际客运中心码头。
这里集国际邮轮停靠和滨江休闲功能于一体。从这里看到的陆家嘴高楼密度更高，比起外滩角度来说，天际线要更显饱满。北外滩的白玉兰广场是目前浦西的最高楼，楼顶设有观景台，可以360度俯瞰周边美景。最后，在广场中的购物中心找家心仪的餐厅，圆满结束这次的苏州河城市漫步。